宋爷爷来到园区打扫卫生，瑞宝和辉宝看到爷爷来了，便凑上去，给爷爷增添起了工作量。宋爷爷晃动着竹子，挑逗着姐妹俩，看姐妹俩敢不敢跳下来。此时的姐妹俩，一个负责在后面卖萌，一个负责招揽爷爷，让爷爷上来坐会儿。宋爷爷这时弯腰去清理小亭子下面的青团，而辉宝则在上面不断喊着，让爷爷别打扫了，让其休息一会儿。辉宝突然的关心让爷爷感动坏了。宋爷爷打扫完卫生，爱宝走了进来。爱宝很喜欢爷爷和自己这样轮流营业的模式，这样工作时间不会太久。爱宝来到小木床上后，瑞宝和辉宝便开始折腾妈妈了。辉宝率先反应过来，爬到了妈妈背上，想让妈妈背着自己。大熊背小熊，像是只有动漫里才会出现的场景。辉宝爬到爱宝身上，牢牢抓着妈妈，防止自己掉下来。但无奈，当辉宝的脚丫离开滑梯平台后，便直接掉了下去。掉下去的辉宝试图再次爬到妈妈身上，辉宝尝试了一阵，发现自己爬不上去，于是便将自己内心的脾气全发泄在了妈妈身上。而今天依依再去看姐妹俩时，爱宝正躺在小亭子上和瑞宝玩耍，爱宝啃咬着瑞宝的小鼻子。依依们表示，爱宝这个样子像是在啃咬巧克力，难道瑞宝的鼻子是巧克力味的？瑞宝则不断地阻止着妈妈。瑞宝表示自己可不能成为大熊猫界唯一一个鼻子是白色的大熊猫。而此时的乐宝则正在室外园区享受着自己的惬意熊生。乐宝每天的生活虽然很单调，但依依们每次看到乐宝这个样子，都会觉得乐宝现在很享受。一会儿，依依再次排队回来时，母女三个躺在小亭子上睡着了。三只熊三个睡姿，看上去安宁且祥和。瑞宝还在睡梦中伸了个懒腰，这小模样别提多可爱了。看来以后小滑梯不再是母女三个休息的地方了，因为上面太小，睡不开三只熊。依依看了母女三个5分钟的睡觉时间之后，来到了室外园区。不过此时福宝还没有出门营业，室外园区只有福宝的3层别墅在。宋爷爷在最新的采访中被问到会不会和福宝一起回中国，因为要知道福宝回国后可能需要一个适应阶段，所以很大的可能韩国会派一个饲养员跟着。而宋爷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则是自己应该不会去了，表示江爷爷才是最佳人选，而且江爷爷还会中文，并且江爷爷也是韩国最专业的大熊猫饲养员。宋爷爷说出这个话后，难免让姨姨们有些心疼宋爷爷，因为宋爷爷知道自己不是最佳人选，但这也是自己无法改变的。当然也不可能让2个爷爷一起去中国，因为如果都走了，韩国就没有更专业的饲养员照顾瑞宝和辉宝了。或许宋爷爷自己早就想到这个答案了，甚至这个答案宋爷爷自己也消化了很久。毕竟对于福宝的成长，宋爷爷是一直陪在福宝身边的。而在福宝走时，能够送福宝最后一程，也是宋爷爷很向往的事情吧。之后，主持人又问宋爷爷对福宝回国有没有担心的地方。宋爷爷表示自己想过很多，比如从福宝下个月的开始隔离，一直到返回中国。虽然知道福宝会做得很好，但是一想到以后不能亲自陪伴福宝了，所以多少会有点心疼。宋爷爷认为福宝是只聪明伶俐的大熊猫，而且很自信，和爸爸乐宝一样阳光。因为这也是福宝第一次搬家，或许会和爸爸乐宝一样，应该会很快适应新的环境。之后，主持人还问到福宝最喜欢的玩具是什么。宋爷爷表示应该是他的躺椅和吊床，因为福宝很喜欢在上面吃东西，多希望福宝走时可以将他的专属小躺椅和小木床一起带回去，还可以有个念想，这样就算过去很多年后，福宝坐在小躺椅上，还可以想起在韩国还有2个爷爷在想着自己。福宝今天变乖了，下午福宝上班时一直忍着没有在房间大便，而是来到园区后才开始方便。江爷爷不禁感叹福宝有了点乐宝的样子，今天特意多给了福宝一块胡萝卜。而宋爷爷趁福宝在室内营业的时间，来到室外为福宝打扫着室外园区。这些是上午福宝妈妈爱宝营业时产生的大便，由于爷爷没带工具，索性直接用垃圾袋将大便装了起来。宋爷爷对福宝一家的大便一点排斥感都没有，有时还会直接徒手拿起来给游客参观。福宝每天在2个爷爷的照顾下，生活的既美好又充实。福宝来到室外，发现爷爷在室外为自己准备了窝头，刚在室内吃完胡萝卜，又来到室外吃窝头。福宝的生活也太幸福了。就在福宝吃完窝头准备吃竹子时，发现竹子堆里还藏有一根大竹笋。看着福宝躺在小木床上惬意地吃着竹笋，不禁让人心驰神往。福宝的生活真是完全符合国宝应有的待遇。与此同时，宋爷爷为福宝添加完食物后，又来为他那宝贝女婿添置食物了。对乐宝来说，爷爷虽然有时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而玩了一下午的福宝，此时已经提前坐在了回家的门口前，为下班做准备了。
爱宝从树上醒来，打算下树回家，但是福宝卡在中间，让爱宝找不到着力点。爱宝试了一下，发现不行，又爬了回去。换了个位置后，爱宝打算再尝试一下。福宝探着小头，导致爱宝伸腿伸不过来。爱宝脚上踩到着力点后，手上又被福宝挡住了。爱宝手上抓不住牢固的东西，无奈只能再次回去调整位置。爱宝爬到福宝身上，这次福宝懂事的往右移了一下，使爱宝这次手上和脚上都有了着力点。斜侧了一下身子，终于顺利的从树上爬了下来。爱宝下来后便直接回家了，留下福宝自己在树上用脚丫挠自己的小脸。小脸挠完，再挠挠自己小脑门。福宝发现自己的小脚丫可真好用。天色越来越晚，接下来要轮到爷爷上场了。福宝牢牢抱住树干，就是不往下爬。爷爷一边劝说，一边用力将福宝从树上摘下来。好在有根斜放的木杆，让爷爷省了很大的力气，将爷爷让福宝从树干上溜了下来。溜到下面，再将福宝抱起，将福宝抱到小木床上。爷爷一边给福宝包着笋子，一边给福宝讲着道理。福宝马上就是12个月的大孩子了，再也不是2、3个月的小孩了。天晚了，要知道往家跑才行。爷爷一边说，一边将包好的竹笋往福宝嘴里放，但福宝显然不喜欢吃竹笋。爷爷一边喂福宝一边吐。爷爷对福宝说，既然不想吃，那咱就回家吧。不过在此之前，爷爷要说明一件事情，因为福宝现在太小，大熊猫在小时候，母熊猫和公熊猫的器官都是一样的，所以现在无法确认福宝是公熊猫还是母熊猫。大熊猫如果想清晰看出是公母，要等它们3岁之后。但这时爷爷们一直都是按福宝是个小女孩来饲养的。将爷爷看福宝醒的差不多了，打算抱福宝回去，结果爷爷刚起来，福宝就紧紧抱住爷爷大腿，让爷爷再陪自己玩一会儿。谁知当爷爷走下来时，福宝自己偷偷溜了下来。爷爷见此机会，一鼓作气将福宝给抱了回去。一大早，将爷爷就和福宝玩起了躲猫猫游戏。只见将爷爷大长腿一下从小木床上迈了下来，而福宝则因为平台太高，一个急刹停了下来。因为将爷爷要在爱宝来之前，帮爱宝守护住他的窝头和胡萝卜，防止福宝偷吃。福宝不断的伸着小手去抓爷爷，福宝对爷爷撒娇说，就让我尝一小口，保证不多吃。而将爷爷表示，这些都是给爱宝准备的，如果妈妈营养补充不够，福宝就会没有奶水吃。福宝装作不懂，执着的想尝一尝妈妈的窝头。福宝向左将爷爷就向右，左右来回躲闪的将爷爷，使福宝内心焦急，但就是够不着爷爷。最后福宝趁爷爷不注意，直接从小木床上蹦了下来，将爷爷见状转头就跑。福宝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被爷爷给挂在了树上。不服输的福宝气得直咬牙。福宝表示，今晚没有3块窝头，谁也给我带不回去。但很快福宝就这样趴着趴着，自己气便消了，还发现在树上趴着还蛮舒服的。而且福宝手上还有爷爷走之前留下的竹子，福宝也算找到了点事儿干，在树上练习起了吃竹子。因为福宝现在主要还是吃爱宝的奶水，早一点学会吃竹子对爱宝来说也算是件喜事，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福宝吃奶水时的疼痛。今天宋爷爷接待了一位韩国明星银赫，银赫想体验一下大熊猫饲养员的工作。早上银赫和宋爷爷见面后，礼貌的打招呼问好。银赫首先问宋爷爷的第一个问题便是팬더곰은사람은안먹죠？此问题一问出，宋爷爷并没有直接回答银赫，而是跟银赫卖起关子。잠깐 고민하신 것 같아요. 네. 마음에 들면 이거 먹을 수도 있지 않을까요? 从来没见过大熊猫的银赫一时被吓住了，因为在韩国大熊猫只有宝家这3只，所以大家对大熊猫的认知少一些。两人礼貌问好后，宋爷爷就毫不客气的带银赫开始了大熊猫饲养员的工作。在路上，宋爷爷表示，今天银赫需要为福宝一家准备竹子，清洗竹子，最后将清洗好的竹子交给福宝一家便完成了。虽然工作并不是很重，但银赫还停留在大熊猫会不会吃人的疑虑中，一直都心惊胆战的，就连进厨房时还要跟宋爷爷确认一下里面有没有大熊猫。宋爷爷介绍道，眼前所见的这些竹子是福宝一家1周的食物，而对竹子存储温度都会有严格的温度把控，确保竹子保持新鲜。宋爷爷在为银赫讲解竹子时，银赫已经对竹子的味道产生了好奇。宋爷爷给银赫摘了一个竹子的嫩芽，让其尝了一下。从银赫表情可以看出，味道应该不是很好。了解完竹子后，宋爷爷便带银赫开始了工作。首先就是带银赫为福宝清洗竹子。宋爷爷在每天喂食福宝一家之前，都会先将竹子进行清洗，确保福宝一家吃的竹子是干净的。清洗完竹子，宋爷爷带银赫去园区喂食福宝一家。而走在路上的银赫内心十分的忐忑，
而调皮的宋爷爷还故意给银鹤领错了路。其实宋爷爷是想让内心紧张的银鹤转移一下注意力。当来到园区时，爱宝和福宝正在睡觉，所以宋爷爷带银鹤来到了乐宝这儿。而乐宝此时正在室内营业，为了不让银鹤过度紧张，宋爷爷带银鹤将竹子放在了室外。看着这精美舒适的园区，银鹤忍不住躺在了乐宝的小床上体验了一番。最后，银鹤看到乐宝吃上了自己亲手清洗过的竹子后，内心非常的开心。